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一个从江苏宿迁农村走出来的穷孩子，靠着村里凑的500块钱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中关村摆摊卖光盘，非典那年被迫把生意搬到网上。20年后，他的公司年收入1.8亿人民币，物流网络覆盖全国98%的人口，7亿人在他的平台上买东西。去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以旧换新的家电补贴政策，京东作为最大的自营家电平台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叫刘强东，他的公司叫京东，代码 JD， 目前股价大约30.5美元。但这个价格意味着一家年收入超过1800亿美元的公司，市值只有420亿，市盈率不到9倍。阿里巴巴大约14倍，拼多多大约8倍，Amazon大约40倍。现任掌门人徐冉在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们对2026年全年保持稳健的增长轨迹充满信心。9倍市盈率买中国最大的自营电商加物流帝国，这到底是价值陷阱还是黄金坑？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讲刘强东的故事。刘强东1973年出生在江苏宿迁的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家里穷到什么程度？他后来说过，上小学之前没见过电灯，以为煤油灯就是全世界最亮的东西。1992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临走的时候，全村凑了500块钱和76个鸡蛋给他当路费。大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编程、做家教、开饭馆。大4的时候，他用打工攒的钱开了一家餐厅，结果被员工贪污，亏了20多万。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创业失败，但这次失败教会了他一件事：信任比能力更重要。后来，京东的企业文化里有一条铁律，对贪腐零容忍，任何级别的员工一旦被发现贪污，立刻开除并移交司法。这条规矩从1998年的中关村柜台沿用到了几十万人的上市公司。毕业后，他进了一家日资企业做物流管理。1998年，他辞职，在中关村租了一个4平米的柜台，开始卖光盘和刻录机。他在柜台上贴了一张纸，写着京东多媒体，这就是京东的起点。2003年非典爆发，全北京的实体店几乎全部关门。刘强东被迫把卖货搬到网上，他在各大论坛上发帖子推销产品，一个一个回复客户的留言。没有仓库就用自行车送货，没有客服系统就用 QQ 回消息。这次被迫的转型救了京东。2004年，京东商城正式上线。2007年，刘强东做了一个让所有投资人都反对的决定：自建物流。当时的电商行业没有人做自建物流。阿里巴巴用菜鸟网络整合第三方物流公司，拼多多用极兔。刘强东说：我不信任第三方，客户的体验必须由我自己来控制。他把所有融资拿来的钱全部砸进了仓库和配送站。2008年到2012年，京东连续亏损5年，投资人几次想把他赶走。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2011年，刘强东在一次董事会上说，需要再融75亿美元建物流。一位投资人当场说：你疯了。刘强东的回答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不值得做，你可以卖掉你的股份。没有人卖，因为他们知道刘强东是那种说到做到的人。但这个决定最终被证明是对的。京东物流成了中国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电商物流网络。全国超过1500个仓库，28万名配送员，92%的自营订单可以做到当日达或次日达。2014年，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融了18亿美元。到2021年最高点，股价冲到了108美元，市值超过1600亿，然后开始跌。跌的原因很多，中国经济放缓，监管收紧，消费降级，拼多多的低价冲击，抖音电商的崛起。京东的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23%降到了2024年的不到17%。阿里巴巴也在跌，但拼多多在疯涨。刘强东的应对是2个字：打仗。
2025年3月1号，京东正式杀入外卖市场，直接对标美团，中国外卖行业的绝对霸主。刘强东的策略极其激进，对5月1号之前注册的餐厅免配送费，对骑手给出高于美团的底薪，对用户大幅补贴。这不是试水，这是全面战争，效果立刻显现。京东2025年第一季度收入301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5.8%， 第二季度收入更是暴涨 22.4%， 达到了3567亿，是近3年最高增速，用户流量和购物频率同时创了纪录。2025年外卖业务的代价极其惊人，全年营销费用暴涨，第四季度直接录得了3年来首次季度亏损27亿人民币。但刚发布的第一季度数据显示，最坏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新业务板块亏损103亿人民币，绝对值仍然很大，但环比大幅收窄。首席财务官苏善在电话会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外卖的单均经济模型在持续改善，总投入规模环比显著缩小。更重要的是，外卖带来的协同效应开始显现。管理层说，外卖用户的购物频率和跨品类购买都在上升，用外卖拉来的新用户开始在京东上买日用品、买电子产品，这正是刘强东当初的赌注。美团的压力也在减轻，三家巨头最疯狂的烧钱阶段似乎正在过去。分析师说，这场外卖战争正在从价格战转向效率战。但京东的切入点很精准，它不跟美团抢5块钱的奶茶外卖，而是主打品质餐饮和药品配送。京东骑手有底薪加五险一金，跟美团的纯计件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舆论上给了京东巨大的道德优势。刘强东在内部信里写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骑手的痛苦之上的，那这个成功不值得拥有。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了上亿次，美团的股价当天跌了 7%。 刘强东的赌注很清楚，外卖是一个高频消费场景，用户买外卖的频率远高于买手机和电器。如果京东能把外卖做起来，就可以把外卖用户转化成京东零售的客户，提升整体用户粘性和购物频率。现在说海外扩张，这是京东最新的增长故事。2026年3月，京东的海外平台 Joybuy 正式在6个欧洲国家上线，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上线产品超过10万个，覆盖电子产品、家电、美妆和食品杂货。苹果、三星、欧莱雅全是供应商。更大的动作是收购 Ceconomy， 京东出价22亿欧元收购了德国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商，旗下有 MediaMarkt 和 Saturn 2个品牌，在欧洲有超过1000家门店。这笔收购给了京东一个现成的欧洲客户基础和实体零售网络。Joybuy 的物流策略直接对标 Amazon Prime， 上午11点前下单当天到，晚上11点前下单次日到，覆盖超过1500万个家庭。欧盟正在审查这笔收购是否涉及政府补贴，如果审查通过，京东将成为第一家在欧洲同时拥有线上平台和大型实体零售网络的中国电商公司。这个打法跟 Temu 和 Shein 完全不同。Temu 和 Shein 走的是跨境直邮低价路线，仓库在中国，配送要1到2周。京东走的是本地化路线，在欧洲建仓库，用本地骑手配送，当日达次日达，这更像 Amazon 的模式。但 Amazon 在欧洲经营了超过20年，京东想在对方的主场打赢，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京东有一张牌是 Amazon 没有的， Ceconomy 旗下的 MediaMarkt 和 Saturn 在德国的品牌信任度极高，相当于美国的 Best Buy。 线下体验加线上配送的组合，可能比纯线上的 Amazon 更容易赢得欧洲消费者的信任。来看财务全貌，2025年全年收入1309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3%。
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3157亿，增速放缓到 4.9%， 主要是去年高基数和外卖补贴削减的影响。现金储备仍然充裕，大约190亿美元。2025年回购了30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又回购了 6.3 亿。年度分红4月已支付，累计回购加分红超过市值的 10%。活跃用户突破7亿4千万，连续10个季度双位数增长。京东物流单独上市，收入增长 29%。京东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有布局，京东云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客服、供应链优化和商品推荐上。京东的无人仓库在上海和北京已经运营了多年，自动化率超过 95%。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UBS 近期加仓京东 589%， 84家机构在加仓，32位分析师给出买入评级，只有1位给卖出。跟同行对比，阿里巴巴市值大约2000亿美元，市盈率14倍，收入增速 2% 到 5%。 拼多多市值大约1400亿美元，市盈率8倍，但增速在 30% 以上。不过拼多多的利润也在因为 Temu 的海外扩张而承压。Amazon 市值2万亿美元，市盈率40倍，京东市值420亿，市盈率9倍，最新季度收入增速 4.9%， 但利润超预期 43%， 9倍市盈率，190亿美元现金，10%以上的股东回报率， 13% 的收入增速。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确实像是被严重低估了，但低估有它的原因。第一，外卖战争在烧钱，利润的恢复可能需要1到2年。第二，中国消费环境持续疲软，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在低位。第三，中概股的系统性折价，美国投资者对持有中国公司的股票仍然有顾虑，退市风险、审计问题、地缘政治，这些担忧压制了所有中概股的估值。虽然京东已经在香港做了双重上市，即使美国退市也不会消失，但很多美国基金的章程里写，死了不能持有非美国上市的股票。双重上市只是保底，不能完全消除折价。11位覆盖京东的分析师里，平均评级是强烈推荐，平均目标价大约39美元，比当前价格高 30%。Arete 近期把评级从中性升级到了买入。京东近期刚刚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这是一份让市场松了一口气的成绩单。总收入3157亿人民币，大约458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超出华尔街预期的3114亿，不算惊艳，但超预期了。最关键的是，京东回到了盈利。上个季度亏损27亿人民币，这个季度净利润51亿，调整后净利润 73.8 亿，调整后每股收益 5.12 元，华尔街预期只有 3.57 元，超了 43%， 调整后息税折旧前利润 80.2 亿，远超预期。经营利润率从 0.3% 提升到了 1.7%，这个改善幅度在1个季度内完成，说明成本控制已经开始见效。零售业务是最大的稳定器，京东零售经营利润150亿人民币，利润率从 4.9% 提升到了 5.6%。通用商品和高利润的第三方商家及广告收入增速持续领先，物流收入增长 29%， 服务收入整体增长 20.6%，产品收入只涨了 1%， 说明京东正在从卖货模式向平台服务模式转型。活跃用户突破7亿4千万，连续10个季度保持双位数增长。股东回报方面，一季度回购了6亿3100万美元的股票，占流通股的 1.6%。4月份完成了年度分红支付。50亿美元的回购授权一直到2027年8月有效。当然，也必须提到2018年的事件。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州因为个人行为被卷入了一场法律纠纷。
这件事对他个人声誉和京东的品牌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虽然刑事指控最终被撤销，民事部分以和解结案，但刘强东此后一度淡出公众视野，把日常运营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直到2025年外卖大战开打，他才高调回归一线管理。刘强东近期还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以个人名义创办了一个游艇品牌，叫 Sea Expandery， 目标是造100%绿色能源的游艇，而且要让普通家庭买得起。这个消息让人联想到他一贯的风格，做别人做不到的事。1998年，他在中关村的4平米柜台上贴了一张京东多媒体的纸。2026年，他在欧洲6个国家上线了一个要跟 Amazon 正面对打的电商平台。从500块钱和76个鸡蛋到年收入180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刘强东的故事本身就是中国过去30年最戏剧性的创业传奇之一。京东的股价能不能匹配这个故事，取决于3件事：外卖战争能不能在不摧毁利润的情况下做出成果，欧洲扩张能不能在 Amazon 的地盘上站稳脚跟，以及中概股的估值折价什么时候能收窄，3个问号。但420亿美元的市值，外卖亏损在收窄，零售利润率在提升， UBS 加仓了将近6倍，32位分析师里只有1位说卖。也许最悲观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也许真正的反转正在发生。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